CoachJ 呢，直接从能源板块里面超过上百间公司当中，精选出了7间你不可以错过的 ETF 跟有潜力的公司，值得关注。看完这集影片，你将会知道，除了 AI 晶片之外，对于长期投资人来说，还有哪一个产业可以长期关注？相信大家最近都在聊的就是人工智慧 AI， 然后跟资料中心。但其实，在背后这2件事情要发生，有一件事情不可或缺，那就是电力。今年3月的时候，特斯拉的老板马先生就跟大家讲，明年你会发现我们找不到足够的电力来运行所有的 AI 晶片。然后像 Meta 的创办人祖克伯先生，祖先生也说，对于 AI 的发展来说，其实能源电力将会是有可能是最大的绊脚石。NVIDIA 最新的晶片其实也是反映了大家对于电力的这个担忧。Blackwell 对 Blackwell 这个晶片，所以这个晶片呢推出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它的耗能其实比它上一代少了2/3到3/4。CoachJ 呢决定对于电力跟电力需求以及整个能源产业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看看里面有没有值得我们长期投资人可以关注的机会。这就是这集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让我们看下去。首先可以看到这个表，看到接下来我们对于 data center 的需求，其实是一个暴增的状况，有很大的压力给到了世界供电产业，能源产业，电力其实正在加速的消耗。那从哪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呢？在美国，其实每年预计有5% 的电力会用在人工智慧或是资料中心的需求当中，而且在2年前，这个比例大概只有3% 而已。给大家一个参考，美国的用电量的5%，大概就是全台湾1整年的用电量。这个用电现在有多么紧张呢？我们就用美国为例，大家可以在这个图上看到，其实美国已经是现在电网设施最发达的国家了。橘色的地方大家都会看到，大约是占整个美国25% 的地区，在用电高峰的时候都有限电的风险。另外，欧盟也宣布在2030年的时候，将电网的投资提升到5840亿元。所以，除了全球电网的薄弱之外，产生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考量，环保的概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这个表格，在美国60% 的电力来自于石化燃料、天然气啊、煤啊、烧煤炭啊，然后石油啊，石化燃料占60%，然后其中最大竟然是天然气，43%。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煤炭、火力发电，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那个烧油的只有0.4%，对，才0.4%。虽然我们车子是用汽油，但是以发电产业来说，用油没有很有效率，没有很多。然后另外2个部分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核能，其实大概占了18%，18.6%，然后剩下的其他就是一些再生能源，像资料中心这些吃电怪兽巨头们，也是会慢慢希望能够多用一些再生能源，目的其实也是减少对于环境的影响。Google 就是希望在2030年100%都能够用再生能源，然后 Microsoft 基本上他希望做到就是零碳，100%的电要来自于100%零碳的产电的方法。对，产电的方法。Amazon 跟 Meta 也是一样。当然，这些大企业做这些零碳啊、减排放啊或者再生能源啊，也不单纯只是因为环保，有时候也是因为在很多地方，太阳能跟风能可能是目前最便宜的发电选择。对，好，所以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帮大家拉出来的所有单位发电成本是好。那比如说从上面来看，这个是 onshore 的 wind，对，风力在岸上的那个风力发电机。对，然后台湾最近也很常看到是离岸的，离岸的就比较贵。再来是太阳能，一样比较便宜一点。刚刚有说到的石化燃料，第一个是天然气，现在用量最大，美国用量最大的，就是比它贵一点点，但其实也是在石化燃料里面最便宜的选择。往下看，煤炭一般的火力发电的成本，就比较高。回到刚刚那个最后大家各巨头的结论。用电量这么高，也是会希望能够找到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选择。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核能，想必这也是在台湾一个热门话题啊。那核能里面蛮有趣的一个点，是因为它的投入其实是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平均成本是在右半边，建造成本这些很高。不过它的边际成本，就是你盖完了之后，对，每发1度电是最便宜的。在大家理解上，可能就是会有2个不同的维度，可能比那个天然气还便宜一点点。对，比天然气便宜一点点。然后它的供电又可以比较稳定，太阳能、风啊，它跟大自然有关，所以它的产能供给量会稍微不稳定一点。那对于投资者来说，重要的是要先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电力解决方案，还没有，就是它一定是 winner。对，现在还没有确定的 winner，所以只是说接下来这几个区块，CoachJ建议大家是可以长期关注一下。是。
好，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下有哪一些领域是可以关注的。第一个呢，当然是从那个我们的表格上面可以去看到，占比最高的天然气，它其实也是一个石化燃料，它的供给其实是有限的。然后第二呢，实际上如果你要获得相同的电力热量，产生的二氧化碳，其实比石油或煤炭要少30跟45%，再加上它还是石化燃料，还是会对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另外呢，天然气的波动其实也很大。所以像下面这表格可以看到，2022年其实欧洲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8倍。那是因为有战争的因素。对啊，成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第二块呢，其实就是核电。核电其实有蛮多好处的。其实第一个，从刚刚分享的边际成本来看，最低，核电是最便宜的。然后第二呢，它其实是很可靠的一个供应来源。对啊，它供电非常的稳定。然后再来呢，它其实不太需要很大量的土地。对，就是盖的核电厂，它其实土地需求也不会很大。最后呢，是它不排放温室气体。但大家对于核电其实是有顾虑的，对，当然就是很显而易见嘛，就是比如说大家对它的安全的需求其实比较高，因为它风险比较高，所以政治安全的考量导致核电厂的建设其实很贵，然后要很长的时间，对，不管是评估或者是建造都很长，然后核废料的处理也是一个成本，对，然后再加上以前其实有发生过一些事件，包含了车诺比啊，包含了福岛，所以这些的安全上面的顾虑都让大家不一定会所有人都支持核电。第三呢，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当然现在最常用的就是太阳能跟风力发电，这两个其实都很大程度取决于天气的条件，然后它需要电池去储能，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功能。对，从刚上面图表看，如果电池储能的成本加起来就变高了，对，就会变高了。它需要包含土地啊、时间做一些比较长期的基础建设，短期内它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所有的电力问题。最后一个稍微提一下而已，就是原油。对，那大家在表格上可以看到，它的占比其实也非常的低，对，发电的效率也不是很好。应该说它发电效率很不好，所以导致它的那个占比才0.4%。所以 Coach 直接说，就算在发电这个领域，大家对于电力需求这么高的情况下，不会特别关注原油。废话少说，直接讲重点。Coach J 呢，直接从能源板块里面超过上百间公司当中，精选出了7间你不可以错过的 ETF 跟有潜力的公司，值得关注。第一个呢，是从公共事业角度出发，用电需求增加，基础建设就是一个基本标配，是必须得要做到。像 XLU 公共事业的 ETF， 今年到现在表现也是稳稳的11.3%。当然，今年 VO S&P 500其实目前的表现大概是12.15%，差不多低一点点。对，低一点点。但不过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等于公共事业嘛，它是天然就一个垄断事业，通常是公营的，或者是你要拿到一个核准，对，需要核准，所以基本上它的收费跟利润都会是比较是垄断的概念。对，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或是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讲，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低风险、稳定报酬的一个产品。但里面其实也有，比如说在美国也有私人的发电公司 Vistra 厉害啊，厉害了。不过 Coach 有跟我们讲说，这个时候分享有点晚了。对，因为现在那只股票年初至今已经涨了168%，恐怖，比 Nvidia 跑得快，Nvidia 121%，里面是有一些机会点的。那大家如果长期关注的话，这个领域是第一个区块，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第二个领域刚刚有提到，供电量目前最大的天然气，它现在身为一个储量有限的石化燃料，毕竟总会有用完的一天嘛，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还是会比较希望看到我们在再生能源一些比较好的突破。不过现在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看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天然气的产地，有趣了。对，排名其实就是美国、俄罗斯、伊朗前3。好，那为什么我们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美国的 ETF 也可以看？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在天然气里面生产蛮多，对，还是一个产量领先的大国。对，那这个短期解决方案能够延续多久，取决于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替代能源，就是那些再生能源建造的速度能有多快？对，然后以及我们能够储能的技术，包含电池，这个技术发展能够有多快？就是它现在是 winner， 可是我们就会去看它下一个 winner 到底多快可以起来。对，所以现在为什么再生能源这些还没有完全能够取代石化燃料？虽然我们都知道对环境不好，就是因为刚刚说的那2块还没到完全100%完成的状态。所以在那2个技术还没发生之前，天然气还是一个可以关注的领域。是在这当中 ，Coach J 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 ETF Gas Utility Fund。
好，这一块呢是最纯天然气、纯的天然气的 ETF，不过它的费用不便宜啦，手续费1%，而且天然气的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有可能会受到比如说暖冬啊，之前有受到的战争的影响啊，所以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天然气 ETF 的价格波动。那目前年初至今上涨了1.93%。哎呦，听起来对，不过呢，尽管现在目前没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对 ，Coach J 预测了一下，这个领域有可能可以跑出阿法，哎呦，跑赢大盘。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高风险的投资组合啊，或是公司，那这个当然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所以除了 ETF 之外，还有另外2个个股，第一个是科斯莫斯能源 KOS 这种小盘股啊，在下半年，尤其是大家知道我们聊了很多利率降息这些东西，对于中小企业是会有帮助的。这个公司呢，其实现在正在处于现金流啊、利润的转折点，年初到现在其实跌了9%到10%左右，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能是一个好的时间。第二个呢，当然千万要投资，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买入 Metadon，这支股票，那这支股票也是一家石油天然气的中型公司，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那目前年初至今是上涨了8.35%，个股的方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3块核能，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个核能的 ETF， 因为它的环保的关系、低碳的关系，以及它的供电稳定的关系，还是有大部分人是认可的。今年其实回报率已经到达20到26%，我们拉出来的这个 ETF 也有21.6%，NL 啊，对，其实是标普500、S&P 500的2倍，因为现在还不确定核能会不会是未来最好的长期解决电力的方案。对，因为大家其实都还是对它有顾虑，还是有顾虑的，有可能反应过来就是短期现在估值上涨这么快，从 Coach 这些角度还是说有一定的风险，对，毕竟像废料的问题啊，然后核电厂的安全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应该都短期内没有看到什么马上解决对，有一些解决方案，对，所以这个疑虑会一直在。最后一块再生能源，这边有超多推荐，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再生能源呢，其实有一阵子是不太受欢迎的，因为毕竟供电不是很稳定。大家在标普500的 Global Clean Energy Index 上面可以看到，今年初到现在，目前下跌4.7%，去年下跌更多，对，去年下跌更多，19.3%。那过去3年呢，平均每年都下跌13%，总体下跌了30几%。对，所以跟同期的 S&P 500比起来，正20来说，对，正20，那就一来一回就差50%。对，跌这么惨，为什么我们 Coach 这还要关注呢？第一是因为现在美国对中国太阳能板课关税，哎呦，所以对于美国的太阳能产业，对，是一个很大的利多。因为毕竟这个指数是追踪美国做太阳能的公司。现在这个领域里面最大的 ETF 叫做 iShare Global Clean Energy ICLN，在过去这个月涨了13.68%，一个月5月一个月。因为其实再生能源刚刚有说，对于 AI 资料中心，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发电。接下来呢，如果大家除了 ETF 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想要更大的阿法值，Coach 这些有2个公司可以推荐大家去研究一下，对，不是股票要买，是公司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关注一下。第一个是 AES，它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主要的参与者，是，所以主要他们有太阳能，也有风电，对，那他们能够帮资料中心，当然就是提供最低碳的能源，对，然后他们已经有跟 Google 有合作，有建立合作关系。那这边今年目前看到过去1个月涨了21.6%，蛮厉害，蛮厉害，很厉害。另外一家值得关注的公司是布鲁克菲尔德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公司，对，它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公司之一，它有包含了很多全球网络啊、输电、电信线路、收费公路、港口、输油管道这些，它都有在投资。对，再生能源其实还是需要有很长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那你可以参考现在目前在支持以及建造这些基础设施的公司，基本上应该会有一些蛮有趣的前景。而且这间公司他们最近也跟微软已经有签了一个协定，就是要提供他们的 data center 再生能源的 solution。那过去这个月呢，这家公司也涨了7.37%，也是很厉害，也是很好的一个报酬。对，所以以上这些就是几个领域在 AI 这个浪潮、耗电这个议题之下，有几个能源板块其实值得我们长期投资人去关注的。然后在能源板块里面，每个地方包含石化、包含再生能源、包含核能，都有各自的一些发展的方向。方向看起来，尤其 Coach 这帮大家整合所有的讯息之后，对，希望对于大家对于能源板块跟产业有个大概的方向，然后对于大家长期投资来说有一些帮助。
如果大家对于这些产业长期趋势分析有兴趣的，麻烦帮我们点个赞。白话文就是讲说喜欢 Coach J 报名牌，报名牌，帮我们按个赞，按个赞。对啊，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拜拜。